如果有一场考试，你考了54年，从黑发考到白头，从牙齿整齐考到掉光，依然没能上岸，你会怎么办？是躺平，还是彻底疯掉？今天我们聊的这本书，把答案写得明明白白。这本书叫《儒林外史》，它不是古代文人的风花雪月，而是一部几百年前写就，至今仍让人头皮发麻的人性解剖报告。吴敬梓在全书第一回先给我们摆出了一个神仙级别的白月光，这个人叫王冕，一个放牛娃出身的草根。他不是没有才华，而是太早看穿了这个系统的本质。彼时正值元末明初，朱元璋钦定规矩，天下读书人要做官必须写八股文，全社会只认这一条 KPI， 千军万马挤独木桥。王冕没有跟着挤，他在湖边画荷花，靠卖画养活老母亲，日子过得自在通透。后来地方官逼他出山做官，他二话不说，连夜打包躲进了深山。王冕是整部《儒林外史》的定海神针，吴敬梓把它放在开篇，就像在一间黑屋子里先点亮一盏灯，然后把灯吹灭，告诉你，这盏灯之后再无光亮。王冕之后登场的几百个人物里，没有一个人拥有他这样的清醒。画面一转，我们来到几十年后的明朝，科举的内卷已经到了令人窒息的顶峰。第一个让人看得心口发闷的角色登场了，他叫周进。很多人以为童生是小孩子，其实不是。童生是指那些连秀才都没考上的读书人，是科举学历鄙视链的最底端。周进考到了60多岁，胡子全白了，依然是个童生。换成今天的语境，他就是一个永远毕不了业，永远拿不到学位证的老学生，没有功名，就没有社会地位。周进去给新进秀才陪酒，人家吃肉，他只能缩在角落里扒素菜。他去给商人当账房，人家当面嘲笑他是废物。60年的青春全部砸在一张没有任何回报的试卷上，他心里压着一座随时会喷发的火山。引爆这座火山的是一次偶然的参观。几个商人带着周进路过省城的贡院，也就是古代的高考考场。那一排排逼仄的像牢笼一样的号板，对商人来说不过是个景点，对周进来说却是他魂牵梦绕却一辈子没资格迈进去的圣殿。接下来，中国文学史上最惨烈最真实的崩溃名场面诞生了。周进走进考场，看着那块破木板，眼睛突然发红，长叹一声，一头朝号板撞了过去。众人把他救起来，他什么话都不说，只是捶胸顿足，嚎啕大哭。书里写道，他哭得口吐鲜血，满地打滚，头发也散了。这哪里是在哭考场，他是在哭被八股文生生吃掉的60年青春，哭自己被人踩在脚底下的那点可怜尊严。几个商人看不下去了，当场凑了220两银子，给周进买了一个监生的头衔，让他有资格直接参加举人考试。各位，接下来魔幻的一幕发生了。周进听到这个消息，立刻停止哭泣，爬起来给商人们磕头，说你们就是我的再生父母。有了这张准考证，周进如有神助，没多久考中举人，紧接着中了进士，最后一路做到御史，成了朝廷的中央高级官员。曾经连饭都吃不饱，被人指着鼻子骂废物的60岁老童生，一夜之间变成了人人巴结的周老爷。那些曾经嘲笑他的人，全都跪在了他脚下。看到这里，你可能以为这是一个逆袭爽文，但吴敬梓的笔锋是一把寒光闪闪的解剖刀。周进真的有才华吗？不是的，他能翻盘，不过是因为商人们花钱给他买了一张准考证。在这个荒诞的系统里，才华一文不值，资格和头衔才是一切。周进淋过雨，所以当他坐上主考官的位置，他本能地想找到下一个自己。后来
他在考场上遇到了一个比他更惨、更穷、更疯癫的老童生。这个人考了整整20次，家里穷得连锅都揭不开，却始终在死亡线上死磕八股文。当他终于听到自己考中举人的消息，他没有哭，而是拍手大笑，喊出了那句震穿语文课本的话：咦，好了，我中了。然后他疯了。没错，这就是范进。小时候读范进中举，我们觉得范进是个笑话，嘲笑他心理承受能力太差。但今天，当你经历了社会的毒打，见识了职场的人情冷暖，再翻开这段文字，你会惊出一身冷汗。这根本不是喜剧，这是一出吃人的荒诞剧。吴敬梓不只写了一个范进发疯，更是撕下了几千年人际交往中最丑陋的那张面具。我们来沉浸式体验一下中国文学史上最顶级的变脸绝活。54岁的范进考中秀才，已经是祖坟冒青烟了，但他想继续考举人，去省城参加乡试，得要路费。家里穷得揭不开锅，只能硬着头皮去找丈人胡屠户借钱。胡屠户可以说是清代文学里的顶级 PUA 大师。他听到范进想考举人，一口浓痰吐在地上，骂出了一段教科书级别的名言：你个现世宝，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那尖嘴猴腮的模样，还想中举人？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你要是能中，母猪都能上树。不止丈人骂，街坊邻居也像看瘟神一样躲着他。但科举的毒已经深入骨髓，范进瞒着所有人偷偷去考了。等他考完回家，家里已经断炊3天，老母亲饿得眼前发花，家里只剩一只下蛋的母鸡。范进没有办法，只能抱着这只乱扑腾的鸡，低着头去菜市场换米救命。请记住这个画面：一个54岁的读书人，头发花白，面黄肌瘦，抱着一只鸡在菜市场里卑微地讨价还价。这就是一个古代底层知识分子的全部尊严。就在范进还在菜市场卖鸡的时候，村里突然锣鼓喧天，3匹快马冲到了他那间漏雨的茅草屋前，大声报喜：恭喜范老爷高中广东乡试第7名亚元。邻居们一听，赶紧跑去菜市场把范进拽了回来。范进一开始根本不信，以为大家在捉弄他，直到他走到家门口，清清楚楚看见那张贴着金箔的大红捷报，看见上面写着自己的名字，时间仿佛静止了。吴敬梓写下了中国文学史上最让人头皮发麻的几秒钟。范进看了一遍，又念了一遍，突然双手一拍，大叫一声：咦，好了，我中了！说完往后一仰，重重摔倒在地，牙关紧咬，不省人事。被救醒之后，他披头散发，一边拍手一边大笑，一脚踩进门外的泥塘，满身是泥地往集市狂奔，嘴里还喊着：我中了，我中了！大家都在笑范进，但你想过他为什么会疯吗？那句好了包含了太多心酸。好了意味着他不用再被丈人吐口水了，好了意味着他54年来如同蚂蚁一样的生活终于结束了，好了意味着被压抑了30多年的屈辱、恐惧和焦虑在这一刻全部引爆。人在极度高压突然释放的瞬间，精神防线是会彻底崩塌的。范进没疯的时候，是一具被科举礼教榨干的行尸走肉。范进疯了的这一刻，他才真正释放了作为人的本能。新科举人疯了，这可怎么办？有人出了个损招，找一个他平时最怕的人，狠狠扇他一巴掌，把他打醒。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看向了胡屠户，就是那个昨天还骂范进尖嘴猴腮、现世宝的胡屠户，此刻却吓得直哆嗦。他说：这可使不得，他现在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，我要是打了文曲星，死后要被打入18层地狱的。
你看，权力和地位的滤镜有多可怕。只要你有了功名，连你身上的酸味在别人眼里都变成了仙气。最后胡屠户灌了2碗黄酒壮胆，闭着眼睛扇了范进一巴掌。范进晕过去，再醒来病好了。神奇的是，胡屠户打完这一巴掌，突然觉得手掌隐隐作痛，连弯都弯不过来。吴敬梓的讽刺绝了，胡屠户从心底里已经给范进跪下了。他的心理暗示让他真的以为自己打了一位神仙，于是遭到了反噬。接下来的画面是一场魔幻现实主义的大变脸。以前范进家揭不开锅，没人正眼看他，现在范进醒了，你猜怎么着？邻居甲端来鸡蛋，邻居乙拿来白酒，邻居丙扛来大米。更夸张的是，当地土豪张乡绅，一个平时眼角都不会扫范进一下的大人物，亲自坐轿子登门拜访，拉着范进的手叫老哥哥，开口就送了52两白银，外加一套3进3出的大宅子。仅仅1天时间，范进从一个抱着母鸡在菜市场被人翻白眼的穷酸老头，变成了有房有钱有地位人人敬仰的范老爷。穷在闹市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。我们嘲笑范进发疯，却没注意到范进没疯的时候，他身边全是一群捧高踩低的疯子。只有等范进拿到了权力与地位的入场券，那群疯子才突然变得温文尔雅，和蔼可亲了。在这场名为科举的游戏里，究竟谁疯了？是范进，还是这个虚伪吃人的社会？如果你觉得范进和胡屠户已经够奇葩，那你就太小看儒林外史了。这个全员恶人的名利场里，还有一群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戏精。你知道古代第一守财奴临死前因为什么东西闭不上眼睛吗？一个人已经连话都说不出来了，却死活咽不下最后一口气。他颤抖着伸出2根手指，满屋子亲戚怎么猜都猜不对。大侄子问您是说还有2位亲人没见面？他摇摇头。二侄子问您是不是还有2笔银子没交代？他狠狠翻了个白眼。最后他老婆走上前，挑掉了灯台上1根多点的灯草，他这才满意的闭上眼睛，断了气。你没听错，这就是中国文学史上最顶级的守财奴名场面。严监生的2根灯草，严监生家里有10多万两银子，换成今天妥妥的亿万富翁。但他平时怎么过日子呢？猪肉舍不得吃好的，只买最便宜的边角料。家里人病了，舍不得请好大夫。可就是这么一个极度抠门的人，其实根本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徒。在儒林外史的奇葩图鉴里，他甚至算得上是个老实人。严监生有个亲哥哥叫严共生，是个横行乡里无恶不作的土霸王，成天打秋风占便宜，惹了一屁股官司。每当哥哥惹祸拍屁股跑路，是严监生在后面擦屁股。他虽然心疼银子，但为了家族颜面，还是咬牙拿出大把银两帮哥哥摆平官司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一个身家过亿的老板，为什么临死前要为2根灯草斤斤计较？这其实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底层不安全感。严监生的监生头衔是花钱买来的，不是科举考出来的。在那个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的年代，他没有真正的文化资本，没有社会地位。他哥哥严共生虽是个人渣，却是正经考上去的共生，所以能耀武扬威。严监生只能夹着尾巴做人，对他来说，这世上唯一能抓住，唯一不会背叛他的，只有实打实的铜板。那2根多烧的灯草不是几文钱的事，那是他本就不多的安全感，在一点一点流失。吴敬梓的笔太毒了，他不只写出了一个人的滑稽，更写出了一个人被时代价值观逼出来的病态。如果说严监生是用抠门来掩饰自卑，那儒林外史里的另一拨人就是靠造假来骗吃骗喝。吴敬梓向我们展示了古代版的假人设指南
和名媛拼单群。书里有一种非常盛行的职业，叫大秋风。说白了，就是一群没有真才实学，却顶着文人头衔的混子，到处去富商官员家里蹭吃蹭喝，骗取赞助。最典型的代表是一个叫牛普郎的年轻人。牛普郎穷得叮当响，却极度渴望挤进上流社会。考编太难，他走了一条捷径，盗用人设。他无意间捡到了一位已故著名诗人牛不一的诗稿，巧的是两人都姓牛。牛普郎眼睛一转，直接对外宣称自己就是大诗人牛不一。靠着这个偷来的 ID， 他成功打入文人圈子。那些附庸风雅的土豪乡绅根本看不懂诗好不好，他们只认牛不一这个大 IP。于是牛普郎今天去张老板家吃海鲜，明天去李员外家拿红包，甚至靠着这个假身份骗到了一个漂亮媳妇儿。古代版流量变现，他玩到了极致。但这群假名士伪君子，真正恶心的地方还不是骗吃骗喝，而是满嘴仁义道德，一肚子男盗女娼。书里还有个叫匡超人的，刚出场时是个孝顺父母、勤奋读书的好青年，可一旦踏入虚伪的儒林圈子，学会了拉帮结派、吹牛拍马，他迅速堕落。为了攀附权贵，他抛弃了糟糠之妻，甚至替人当枪手参加考试。曾经的屠龙少年，最终变成了比恶龙更丑陋的怪物。各位读到这里，你还觉得儒林外史离我们很遥远吗？那个为了2根灯草死不瞑目的严监生，像不像今天那些焦虑万分、拼命囤积财富，却忘了如何生活的现代人？那个盗用身份骗吃骗喝的牛普郎，像不像今天互联网上那些租豪车拍照、打造创业人设，私底下却一地鸡毛的网红？那个屠龙少年匡超人，像不像那些为了向上爬，一步步放弃底线，变成自己曾经最讨厌的模样的职场打工人？这片名为儒林的森林，是一个人性的大染缸，科举、名利、金钱，像一个个巨大的漩涡，把所有人吸进去，把他们的灵魂扭曲成最丑陋的形状。但吴敬梓真的对这个世界彻底绝望了吗？在这个全员恶人、乌烟瘴气的时代里，难道就没有一丝光亮，没有一个真正清醒干净的人？答案是有的，而且这些真正的清流既不是当大官的，也不是考了高学历的，反而是一群社会最底层的奇人，甚至是女人。吴敬梓把全书最闪光的高光留给了一个离家出走的逃婚新娘，和4个连字都认不全几个的底层打工人。在古代，女人的命运通常只有2条路，要么在家从父，要么出嫁从夫。但《儒林外史》第40回出现了一个堪称大女主爽文标杆的奇女子，她叫沈琼枝。沈琼枝出生在略有家底的人家，从小读书识字，诗词歌赋样样精通。当地有个富得流油的盐商叫宋维富，看中了沈琼枝的才貌，花重金下了聘礼。沈家以为是嫁给正妻，欢天喜地把女儿送了过去。可到了宋家一看，沈琼枝直接被带到偏房。原来这个宋老板根本没打算明媒正娶，只是想把她骗来当没有名分的小妾。在那个年代，普通弱女子遇到这种事，多半只能认命或者上吊寻死。但沈琼枝没有哭，也没有闹，她表面上不动声色，稳住了宋家人。然后趁着夜深人静，她打包了宋家给的所有金银细软，那是她应得的赔偿，雇了一条小船，连夜出逃，直奔南京。到了南京，一个单身女子怎么活下去？沈琼枝做出了一个震惊整个金陵城的举动，她在繁华的秦淮河畔租了间铺子，直接挂出招牌：小女子沈琼枝，精通诗词书画，代写应酬文章，兼授定制作画。你敢信吗？
在几百年前的清朝，一个女人公然抛头露面，靠卖自己的才华和知识养活自己。宋维富后来带着官府的人来抓她，想用剽窃的罪名把她押回去。沈琼枝在公堂之上，面对知县，腰杆笔直，毫不怯场，把宋老板骗婚的丑事抖了个干干净净。吴敬梓借他的故事，狠狠抽了那些虚伪文人一个耳光。你们这些大老爷们为了半个官职，像狗一样摇尾乞怜，而一个弱女子却敢对权贵说不，靠自己的双手干干净净地站着挣钱。如果说沈琼枝是冲破封建礼教的一朵红玫瑰，那全书结尾，吴敬梓还给我们留下了4个扫地僧。《儒林外史》写到最后，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大官名士，死的死，散的散，曾经辉煌的太伯祠也长满了荒草。就在曲终人散的凄凉时刻，4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普通人登场了。他们被称为市井四奇人。第一位是个做媒兼写字的，叫季暇年。他穷到只能在寺庙借宿，却写得一手极好的字。有人花大价钱请他去给达官贵人写匾额，他摆摆手，不去，我今天还要去茶馆听书。他把那些当大官的人视为粪土，只做让自己开心的事。第二位是个卖纸火筒的，叫王泰。他每天挑担叫卖，赚够了当天的饭钱就立刻收摊，去下围棋。他的棋艺高超到什么程度？当时天下第一的围棋国手来南京摆擂台，王泰挑着担子走上去，3下5除2，把国手杀得片甲不留。下完棋，他挑起担子大笑而去，连名字都没留下。第三位是个开小茶馆的，叫盖宽。他以前也是有钱人，后来破产了，就在街边卖茶水。但他有个爱好，画画。他每天在茶馆里看来来往往的众生，把他们画在纸上，气韵生动，堪称一绝。但他从不卖钱，只送给懂画的有缘人。第四位是个裁缝，叫京元。他每天起早贪黑给人做衣服，但裁缝铺里永远放着一把古琴。白天他是缝缝补补的底层手艺人，到了晚上，他关上店门，点上一炷香，弹奏出最高雅的广陵散。有朋友问他，你一个做衣服的，弹琴写诗有什么用？又不能当官赚钱。京元的回答堪称全书的最高境界。他说，我每天做裁缝是为了吃饭，我每天弹琴写诗是为了不让自己的心变成和那些当官的一样的俗物。各位听到这里，你明白吴敬梓的苦心了吗？什么叫儒林外史？就是跳出那个肮脏的圈子。当高高在上的庙堂里挤满了像范进、周进这样被异化的怪物，挤满了像严监生、牛普郎这样虚伪的戏精，真正的风骨、真正的诗意、真正的中国文人精神，反而流落到了市井之中，落在了裁缝、小贩、茶馆老板和一个逃婚女子的身上。仗义每多屠狗辈，负心多是读书人。这不只是清朝的故事，这也是属于我们每一个现代人的生存哲学。当你合上这本书，从范进、周进、严监生的荒诞故事里抽离出来，转头看看今天的热搜，那些30岁还在死磕考公的人，那件脱不下的孔乙己长衫，那些被一张文凭困住半生的普通人，你会突然惊醒，原来《儒林外史》写的根本不是清朝，而是几百年来一直困在同一个系统里的我们。书里的范进为了考举人被丈人骂得狗血淋头，家里穷到要卖下蛋的母鸡。书里的周进60多岁没有功名，被商人当废物一样嘲笑。这和今天流行的那些焦虑叙事何其相似。当我们把人生的价值单一绑定在一张名校文凭、一个编制、一个大厂的 offer 上时，我们就已经主动走进了吴敬梓笔下的那个考场，坐进了那个逼仄的号板里。
但《儒林外史》给现代人最大的生存启示，不是叫你彻底躺平。吴敬梓用几百个人物的悲剧敲响警钟，是为了告诉你，不要让单一的评价体系绑架你的人生。当我们抱怨孔乙己的长衫脱不下来，不妨想想书里结尾的那4个市井奇人，那个白天做裁缝，晚上弹古琴的京元，那个挑着担子卖纸火桶，下完棋大笑而去的王泰，他们难道没有被生活按在地上摩擦过？但他们为什么活得比朝廷一品大员还要潇洒？因为他们明白了一个道理，谋生是谋生，自我才是自我。他们没有被世俗的标准 PUA， 他们把评判自己人生价值的权利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。考不上编制，不代表你就是废物。做着普通的工作，也不妨碍你在精神世界里建立自己的泰伯祠。在《儒林外史》的开篇，吴敬梓写下了一首看透世事的词，其中有这样一句话：功名富贵无凭据，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。几百年前，他用极其辛辣的笔触为我们绘制了一幅名利场上的百鬼夜行图。今天我们在这个喧嚣内卷的时代重读它，不是为了看古代人的笑话，而是为了在满地六便士的街头抬头看一眼月亮。成功的标准从来就不止一种。你可以去追求世俗的功成名就，但请永远不要像范进那样，在欲望的泥潭里弄丢了原本的自己。在这个内卷的时代里，愿我们都能保持清醒，在缝缝补补的谋生之外，给自己的心留一把古琴。我们下本书再见。